全世界大部分人都住违章的，那都市里头，大家对都市里头的房子也都不满意啊，也都在盖违章啊。学建筑人到台湾，第一个最感兴趣的就是台湾的违章，就是违章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充满了生命力哈，它的发展也是一个自发的，是一个老百姓自己出现的，然后产生的活动。只不过它不在我们主流的那个声音中而已，是吧？所以这点上你自信一定会有，因为你看到有那样的那么多的存在，其实它在哪里？因为都市人口大概全世界大概30%吧，城市以外的，当然除了所谓的先进的国家以外，也都没有任何的管理啊，建筑管理。那都市里头，大家对都市里头的房子也都不满意啊，也都在盖违章啊。他们标榜的一个违建的话，会跟你们公司的这个会产生一个冲突吗？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冲突，是因为这本来就是一种环境的观察，然后是一种学术的一种研究。那我们身处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那反而是建设公司更应该，或者像我们以建设公司为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更应该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去了解到环境的现状，以及未来可以改善的各种可能性。所以这种是一种非常必要的。那由建设公司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它更能够对于未来如何来运用或如何来改善这样的一个状况，它可以有直接的这样的一个贡献在。讲白一点，其实放眼望过去啊，台北市的地方老旧社区，它屋顶上都是有一些违建。那在做都市更新的时候，那违建的地方是属于私人的部分啊。那在私人的部分，很多人都不愿意提供这一块地方，然后去让你做这一块展览。那好家在有这个环境可以做这个架构来用，算是一个实验吧。对，蛮有趣的实验，蛮有趣的，也是第一次参与这种活动。大陆的违章好像并不是太多，即使有一些违章，也会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就有职权部门来让你拆掉。然后可能有些人觉得这样的城市面貌会比较整齐，比较有秩序，但是实际上它可能带来的是单一，甚至我们就好像没看到活生生的人。那台湾在这方面，我从违章的角度看，可以说是非常丰富。其实一直都觉得想要用这种很平凡的东西把它做得很实用、很美丽，就是一切这样。就是其实一直心里有个声音，要把平凡的东西要 speak up， 要讲话。我觉得台湾的状况不只是建筑，就是我们其实是很认真的在里头打转，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在打转，可是他很认真。那相对中国，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就是比较有魄力的状态。那这个其实不能够单从建筑师的处境去看，它其实是整个环境的氛围。那我认为它也跟台湾在大概30-40年的状况下，要赶上欧美200-300年甚至500-600年那种民主的经验，有这种急速的想要去达到这种状况有关。也就是说，台湾其实正在学习共识。那回到建筑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到它的各种多样性。那可是我自己是比较没那么乐观，我认为其实台湾它没有呈现出自己的美学。其实任何的出现在雨后，一道彩虹，不出现在山后。把追求
而最终他的作品其实是会回到建筑的脉络，然后他有他关于就是到底是谁，就是这件事。那台湾的状态就是他比较没有不敢自信的说出他的原因是什么。他相对中国大陆，他非常有自信，可他的相对的问题就是这个东西比较太快了，所以那个快速会让你感受不到他在生活上面的累积。那这个其实刚刚也跟王硕老师也有聊，就是说这个其实是大陆碰到的问题，那台湾又是太生活了，所以这东西艺术的呈现，它其实没办法完全是生活的。它其实必须有一点点跳脱开来的状态，那这个就是答案是什么我也不晓得，那就是但是我一直相信，就是说这个历史的发展总归是有显学有隐学的。我们走的是隐学，只能这样说。但它隐学不意味着不存在。实际上你走出城市，你都遍地都是隐学的活动，只不过它不在我们主流的那个声音中而已嘛，是吧？所以这点上你自信一定会有。因为你看到有那样的那么多的存在，其实它在哪里？那么我们只是按照这样一个路数去做。具体的，实际上我觉得就是一个，我称之为叫做以智胜知的过程，以智慧来战胜体制的过程，战胜一切规章制度的过程，战胜一切习惯的陋习的过程，无非就是这样。但是这个用正规军的素质。打游击战。其实我干的就是这个事情。对，这个展览的整个开始的构想，其实是对那个现代城市的这个发展这部分开始从这部分开始发展的。那其中一个原因是在思考，就是亚洲的当代城市，就现代城市到底是定位是什么？那这个整个20世纪亚洲城市其实是一直在模仿西方城市，那模仿到大概到80、90年代，日本有一些建筑师像芦原一信、中北由纪，他们开始思考说，东京它是不是本来就是会跟纽约不一样？这种反省才出现。我觉得台湾现在也差不多到这个阶段了。就开始要自己看自己的城市，然后看自己的城市的主要的原因就是不要把自己跟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就认为是不好的，赶快隐藏，然后。好，没关系，我带朋友来绕一下就好。好。对，是跟朋友一样，有时候啊，像我们有时候下班或者怎么样，吃个饭啊，唱歌啦，喝酒啦，就这样。而且建筑师的烤肉的功夫一流的，吃过他烤肉的人一定赞不绝口。他就是因为也游走整个中国大陆还有台湾那可以学习其他不同族群的烤肉方式。谢恩俊基本上是一个，我们可以说他像是一个无敌铁金刚了，他觉得他一个人可以把全世界的事情都做掉，他不相信说有任何事情他做不到，而且他不相信，某种程度我觉得他不相信他需要任何人，他其实一个人就可以把这世界搞定了，有时候当然需要一点帮忙，不过本质上他觉得他一个人可以搞定这世界。但是很少有人去思考，就是建筑师基本的这种专业的职业制度，导致了他只在一个非常狭隘的范围内工作。他对自己的专业制度的做法缺乏批判性。谢老师的作为就典型的是他实际上带有另一种选择，就是他走到了我们所谓的专业建筑制度之外。其实他在台湾其实是普通人比较难想象的，但其实你进到比如大陆这个环境，或者是印度，或比如我们现在正在的海地。其实那个状况其实就会比较贴近，就比较了解谢老师这个教育系统为什么有竞争力，或者是为什么被需要的原因在哪里。就那个70%应该不是说假的啦，应该是真的，就是它的那个整个条件跟环境其实是跟台湾其实是很不一样的系统。谢恩俊长期用在灾区盖的那些房子，它不仅是说对灾区做出直接的贡献，在工法上也都
把一些平凡的材料慢慢的去借由实践的过程，那他就会知道有一些特别的 join 细部接头，那这些东西就变作很有力道的一种处理方法。所以其实最重要的就是一直想要把平凡的东西把它变得是一个大家能够欣赏甚至于可以认同的。所以虽然它很有可能是一般认为是非主流，但是事实上这种精神这种巧思啊，其实他花的 energy 跟他的态度其实是很崇高的。相信应该是他们都会读得到很在地的线索。然后两位我认识不见得够深，不过我觉得他们都从材料上有很好的一个认识，而且这个材料的理解是从很传统，就是盖房子本来就没有那么复杂，反而是整个建筑训练的体系把它搞复杂，所以他们两个都有试图回到最原始的构筑的状况去重新组建。那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是东方应该要重新去尝试的，因为我们将近有100多年这个状况其实是忘了自己是怎么盖房子。王树建会给我的感觉是他跟你在讲话的时候，我觉得他也一直在想事情，一直在思考。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这个样子。是进入到工作室，平时在工作室学习的时候，对王老师最大的印象就是，哇，他平时每天在做那么多事情的时候，还有空在练书法。就可能比如说我们10点钟到工作室，然后发现王老师9点钟的时候已经在那边写字了。那王树基本上我觉得他是在他在介入这个世界跟脱离的世界之间，他是维持了一个适当的距离。他当然要入世来操作一些事情，不过他对这个世界保持一定的，我觉得警觉。他不太相信这个世界是可信任的，所以他维持一个某个程度适当的距离。那对我们学生来说，王老师的魅力可能一方面他建筑做得非常好，但是对我们来说，他更值得尊敬的是他身上有一种文人的气质。这种文人的气质也不是他凭空从哪里出来，而是他真的接续了一种中国大陆在过去那100年中断掉的某些东西。然后我再看到他用的砖头，就是南宋的砖头的样子，可能是复制的。因为我去看了杭州有一条街，那个时候我没知道，就是他去挖掘的，就差不多6尺底下吧，还是10尺。那个南宋的砖头就差不多跟我这手指头一样厚，我们现在的是这样子的。可是这个南宋的就是黑黑的、扁扁的，他就利用这个样子来这么叠起来做了他的墙的面。我想啊，这个人好爱他的古的这些传统。我觉得他们都非常有经验，就是说这么平凡的材料，比如说木头跟衣架，这种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临时性建材，要到一个成熟的阶段，其实就我刚刚提到的，都有一些经验，他们都很了解一些细节，比如说像谢英俊的那个衣架，其实它有发展一个像 PVC 的接头，那个接头是有别于一般衣架，你看不到那个接头。那王树的这个方语言，它其实用木头去搭，有一点像我们小时候用筷子折那个枪，然后用橡皮筋打别人那种技法。那关键来看呢，它上面有一个金属做的钩环，其实那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配件。那个配件一发展出来，其实那个案子才成立。所以换句话说，在很平凡的事物的背后，其实都有一些巧思跟创意跟他的经验，是那个东西变得很重要，然后让一些平凡的事物真的成立。这是我看到的一个部分。所以都是那些细节小东西哈，撑起了一个
样貌，让大家去阅读、去欣赏这样。我们居住在这个环境里头哈，始终都觉得，这个东西的存在，后巷的存在，但是又很难示人呐，就很难拿出来给人家看，但又很真实，你几乎每一天都要去面对它哦，那又非常真实，那又感觉到有无限想象空间。哦，我其他地方不能做的，我就在这边做一下子，哦，搭一点违章啊，或我晾衣服啊，或什么东西，衣服晾哪里不可能啊？正面啊，又有一些都市的规范啊、美观的问题各方面，讲来讲去，最后就跑到这边来啊，所以它是一个对都市生活来讲是一个很复杂，好像盲肠一样，你又没有办法把它丢掉的东西。那其实我在做这个的时候。也是这样想法，就是我们用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上来再看一下，啊，这个空间到底怎么回事？第一个就是观，啊，体验一下到底怎么回事，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另外就是说，实现一个奇怪的梦境，像比如说，在这边是不是可以有一个很漂亮的客厅，或者小花园，或者不真实的一种想象的空间，哦，大概是这个可以触发我们对这个空间的不同的想象。那到底是怎么回事？到现在其实我还搞不清楚。反正就是一个很神秘，但是你无法描述，但是又很真实的一个空间，一个东西。王朔的这个作品叫《一方一园》啊，它基本上它其实是用来对台北的违章致意啊。那一方一园的意思是，这个它的整个设计它是用木构造，然后这个木构造都是标准改建，可以组合可以拆的。那这跟它过去的它的建筑理念是一致的，就它以前理念就是跟中国传统盖房子叫做回圈建造，就是一个材料可以不断的循环再利用，它用同样的观念设计了这一套东西，这是一个标准改建，然后是组装的，很容易拆，很容易装，所以它可以在这个时候在这屋顶变成一个违建的形式出现。所以这展览结束，它就拆掉，它可以转到别的地方再重新出。所以这个完全是一个活的系统，它结构也是软性的，它不是一个刚性的系统。所以这个那叫一方一圆，就是它是可以变成方，它可以变圆。这意思是说，有点像。它是充满了弹性的，它不是僵硬的，它可以去符合环境、基地跟使用者的需求来做改变。特殊的经验，他们一辈子会记得。对呀，在报纸上登一个广告，说先去作品很少看见冒犯感的，终于有。太现实，太真实。现在要想办法填白色，不然的话，马上用油漆把这个桌子刷白。我觉得其实家具也应该要刷白。这个家具不对，尽可能来把它吓死，别找他们，找他麻烦。那个违章是，如果简单这么讲啊，连总统府都在违章了，是吧？那和人的这个对居住的需求，不可能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建筑物能够满足的，是吧？总统府为什么在违章？他庆典的时候，他在外面要搭棚子啊，搭那些临时建筑啊，那就是违章建筑啊。也就是当初这个总统府设计的时候就没有考虑到这个功能，是吧？连总统府都要搭违章了，何况我们所有的我们的生活行为多复杂多丰富，怎么会是那么简单的一个框架能够约束的呢？所以这个违章，不管是在形式上或在人的心里头，是永远存在。我觉得这就是建筑学的魅力，因为建筑学每一次你想它的时候，其实是从一个很小的图纸开始的。完了，我们做一个小一点的模型。我们在为了试验的建造，我们在杭州做了1:4的。但即使在这个状况下，其实你都在做这种体系和原则的推演。其实它实际被建造起来的那个现场性的东西，你还是一个想象。所以每一次我都会被我的作品在现场性震撼到，我都会问说：这是我想出来的吗？这是从我的脑子里出来的东西吗？这次也是一样，我一下汽车就看到了，
在这种看上去这种杂乱混杂的环境里，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理性的一个结构，它就像是一个理性的一个灯塔，或者说是代表这种弱势群体的建造行为的一个灯塔，站在台北的屋顶上，我是被震撼到。这个违章是所有人不管是明里暗里头的企图了哈，但是要真能够实践的话啊，那是怎么回事呢？大概就是我们这次作品里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把它实现出来，短暂的出现，好，那一个想象的梦境，大概是这个用意。对观众来说，我觉得可能这样的一个作品，这样一个方式，会不会大家会认识到，哦，原来我们看似随便的生活里头不在意的那些所谓的违章和搭建，其实是建筑学里最人性的东西。完了之后被以这样一个方式揭示出来，大家会反过来意识到，哦，我们原来做的事情有多么的有意思。所以我觉得，如果能够鼓舞那个台北的违章的搭建向更有意思的方向发展，那我们这个展览就达到目的。故意的时候，在台下趁台上不跳的时候，而有些人从来不跳，他们只看，像在运动转播前激动万分的观众，他们从不打球，也从不跳舞，只有当别人旋转，他们才不感到晕眩。有些人只用脚尖跳舞，而有些人用屁股，他们的肩头上烤肉，用脚趾开屏，用舌头发售传真，用肋骨在失业的时候写履历表，他们的膝盖唱歌，用腋下呼吸，用乳房或手臂赘肉发出求救信号。钻火祈雨，在春之祭的时候跳房子，只有肾脏发出焦味。有人只在床上做爱，而有些人并不。他们的沙发、餐桌、浴缸里、床底下、教室、机舱、冰箱、音箱。它画是因为方形这样方便，对，没错。所以你看都是正方形。就是它也不是一条线，不是刚刚好，就这样，刚好，就这样一转而已。对啊。你看这如果要看的话，这个还要看，比例不太对。OK， 我再修正一下。这个搭这边。